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润达。今天呢，想来跟你们聊一个大家好奇已久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在马来西亚定居生活？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土生土长地道的北京妞，后来呢去澳洲求学，然后在澳洲留下来工作。在18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是旅游，之后呢19年我就正式的搬到这里定居，现在到2020年已经快小1年的时间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选择在马来西亚定居。那第一点原因就是这边的生活成本真的是很低啊，我指的是生活的物价。那大家知道，无非就是这个怎么讲，吃穿住行嘛。然后吃的话，这边一顿饭我们就是讲，如果你中午工作正常的工作餐，一般一份鸡饭或者是一份杂饭，杂饭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种便当盒饭，差不多是6到7块钱吧，就能吃得很饱，合人民币也就是10块钱左右。那你平常出去吃一些其他的东西呢，也不会是太贵，人均20-30、30-40就能吃得很好了。然后这边的出行呢，大家都是开车比较多，这边的油价大家也知道，我上一期视频有讲过，差不多是国内的1半左右，所以出行的成本也是很低的。那还有买衣服，在这边买衣服怎么讲，我很难去做比较吧，因为不同的品牌嘛。但是如果是相同的品牌，比如像什么 Zara 啊，或者是 H&M 这种连锁店，它的价格，马币的价格大概是能比人民币便宜个10块到30块之间这个样子。那在这边最便宜的还有一点就是看电影，差不多一张票的话10元以内吧，10马币以内就能看到电影。正常的话10出马币这个样子，就是普通我们看电影的价格。如果你是花20-30的话，就能看很好的这种叫什么 Golden Class 的这种级别的。但是呢，在国内我之前有讲过，看一个电影的话，差不多是要50到60起步人民币，所以这边的生活成本真的是很低的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成本就是买房，这就是我要讲的第2点，就是它的生活压力是很小的。那刚才讲到买房，我不好去比较这个价格啊。比如拿一个100万的这个标准来讲吧，如果是100万马币的话，差不多相当于人民币的160万到170万之间。那在国内的话，我们不说像北上广深这种1线城市，在2线城市你们也知道，100多万是买不到什么东西，连首付都付不了。在这边的话，如果是你有100万马币，就可以买到一个很好的你的 dream house。如果你是要买公寓的话，这100万你基本上是买那种普通的公寓啊，差不多买2到3套，而且这边的首付是10%的首付，所以你的怎么讲，生活压力真的是很小啊。本地人买房的话，它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折扣，就是可能会比10%更低这个样子，甚至有的房产是零头期这个样子。而且你买完这个房子之后啊，你不需要再去单买这个 parking 位，就是停车位，然后去买什么健身房啊、游泳池，现在都是标配。一般你买一个房子或者是公寓的话，是自带1到3个停车位的。我之前有一个看房视频，就是带你去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房子，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看一看。哦，对，还有一点，这边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永久地契的。如果是市中心那种地点比较好的，就是差不多99年地契的。大家都听过这个第2家园计划吧？就是说你在外国人在这边买房产，可以拿到10年以上的这个签证，这样呢，每过10年你就再续签证就可以了。所以大家讲这个马来西亚真的是退休者的天堂啊！很多中国人，然后中国尤其是香港那一边的，然后还有日本人，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人，是第2家园计划怎么讲申请最多的人吧。然后呢，你在这边买房子啊，你不只是买了一个房子，因为它是一种社区 community 性质的。你买了一个房子呢，它周边的这种教学系统还有医院都会建好的，它不太像国内这种好的教育资源还有这个医疗资源都是很集中的。这边呢，你在每一个社区生活，它都是有很好的国际学校啊，还有这种私立和公立的医院、中医医院，所以你这个生活压力真的是很小。你不会为了说让孩子去上好的学校、好的国际学校，然后去买个学区房这个样子。而且这边的国际学校的教育水平都是很高，所以很多家长呢，很多中国的家长就是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这种国际教育，就选择来马来西亚这边投资房产，然后做第2家园计划啊。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啊，真的是
如果大家有在这边体检过或者看过病，就知道马来西亚医疗水平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，真的是非常棒，而且中医西医都是做得很好的。第3点呢，就是因为我的老公。我老公我们是在新加坡认识的，然后他是马来西亚华裔啊。我接触了他的家庭，还有兄弟姐妹，都是怎么讲，对我很好，而且他们真的是很好相处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自己是个独生子女嘛，我老公家是有4个兄弟姐妹，就是跟他们相处起来真的是会觉得，哎呀，一大家子人很热闹。因为我老公的父母都是广东和这个福建移民过来的这个华裔，所以我觉得他们那边的这个传统观念保存的还是很好的，就是很有华人传统的那种文化。然后我老公本身呢，我也觉得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有上进心，很有责任心，很顾家。这点呢，也是我很相信他愿意远嫁到这边来和他生活的原因。然后第4点呢，就是这边的食物，马来西亚的食物啊，真的是多种多样，而且价格便宜，还很好吃。我们都讲民以食为天，那对于我的这种吃货来说，真的是如果吃得好的话，我的生活幸福指数会蹭蹭提高的。那在马来西亚可以吃到很正宗的华人餐，然后西餐高的性价比，吃到像意大利餐呀、法餐，或者是东南亚这些什么越南菜呀、泰国菜这种。所以马来西亚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美食天堂。那我也会不断的去发掘更多的大马食物，然后分享给你们。下一点呢，就是第5点，这边的语言和文化，它是属于类似于中西交融的感觉。因为大家知道马来西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，所以它的一些习惯呀和文化传统是保留了这个西方的传统，英国的传统。官方语言是英语，然后马来语，所以这边的华人从小就会讲，除了英语、马来语，还有华语，然后粤语。还有会讲这个闽南话、客家话，甚至还有的人会讲什么泰国语啊、越南语，就是印度语，多种多样的语言。所以从小的语言氛围都是很好。那你也不用担心自己讲这个语言没有办法和人家交流。在这边很神奇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你讲什么语言，对方就会去以什么语言回复你。那我自己以前是在澳洲留学和工作嘛，澳洲呢也是这个英联邦国家，所以怎么讲？如果在这边生活的话，我自己本身是华人嘛，所以这种中西文化交融啊，让我会感觉很舒服。我可以在这边讲中文、讲英语，然后都能和大家很好的交流，心里也不会有很有距离的感觉吧。然后呢，第6点，我喜欢马来西亚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的气候。我开始刚来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心里的预期啊，会觉得马来西亚是类似于海岛，因为它是属于在热带国家嘛，就是很热很热的感觉。但其实来了之后，我发现，哎，不会，这边有时候还挺凉快的。我晚上甚至都不用开空调睡觉，因为我还觉得挺冷。可能因为这边它是热，但是它不是那种闷热，就是很凉爽那种热。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，就会很凉爽。所以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在工作嘛，也不会说都在外面待着。晚上或者白天上班的时候，气候还是很舒服的。而且马来西亚的气候很好，就是每天的蓝天白云指数很高。相比较于这种雾霾的地方，我还是更加喜欢马来西亚多一些。那第7点呢，是马来西亚这个地理位置很美。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是处在东南亚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它去哪里都很方便，飞机的这个路程啊，也不过几个小时而已。对于我这种很爱旅游的人来说呢，真的是去到哪里都非常方便，而且机票也超级便宜。就我在这边，包括回国的话，也只要去广州3个小时，然后去北京5个小时这个样子。然后要是去澳洲的话，也就是5个小时、6个小时这样。相比较于，比如在很远的欧美啊，或者是在澳洲，回国可能要10几个小时，在马来西亚就方便很多。而且包括我淘宝买那些东西，它运过来的成本也是其实挺低的。它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便利性啊。然后最后一点，第8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马来西亚的人，我觉得这边的人真的是很随和、很友善、很热情的。至少我遇到的大多数的马来西亚这边的人都是这个样子。当然也会偶尔有一些不合群的人啦，但是这种现象在每个地方都有，对吧？可能也是因为在马来西亚这个气候的原因，就是一般在热带国家嘛，大家的人都是很热情的。那我在这边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啊，或者在超市里就是怎么讲，零钱不够了，也会有人主动来帮助我的。包括我在海外遇到的一些马来西亚的华人，他们真的都是很热情，就是觉得你是中国人，他们很有这种文化认同感，对我也是非常好的。那以上8点呢，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定居在马来西亚的原因。当然，听我讲了这么多的优点，其实在这边生活也是有很多缺点的。那预知详情，记得关注我哟，以后会来慢慢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的生活的。我们
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